这丫头是个怪物，离她远点，别被传染了邪气。若不是生了副绝色皮囊，老子早将你这赔钱货扔了啊！过段时间就给我嫁人。是个美人胚子，将来的孩子定也同她一样漂亮。也和这个一样漂亮吗？老子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留你这怪物何用？将你丢去喂狼都好过在家浪费粮食。把药给我吧，我来管教。他连心都没有，你拿什么教？我既能教化权贵纨绔，便也能教好他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瑶瑶，这话记住了吗？只要装作正常人，就能让阿兄高兴了。路上吃。等阿兄回来，便给你做雪梨酥。公主女扮男装混入考场，依律当取消资格。传令下去，将陈如绑入东宫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臣未碰公主分毫。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阿兄，我们瑶瑶最爱吃的雪梨酥，趁热吃。瑶瑶，阿兄食言了，做不了雪梨酥了。阿兄，你告诉我，接下来我该读哪本书？只要我一直读书，你就会一直陪着我，对不对？瑶瑶，世间路有千万条，你不必走旁人指的那一条。小姐，老爷去东宫讨说法，被打死了。都说阿兄是得罪了公主与太子，才落得这般下场。可我想不明白，这世间最有学问、最善良的阿兄，为什么会死？从前，纨绔嘲笑阿兄，我便让他当街出丑。如今，东宫的人杀了我的阿兄，该做些什么呢？装乖这么久，差点忘了我是个怪物啊！阿兄，我找到自己要走的路了。
生得这样好，进东宫做什么？伺候主子。老婆子劝你一句，少打歪主意。那些想从宫女爬上龙床的，没一个好下场。宫里可不只有一双眼睛盯着。嬷嬷多虑了，奴婢对攀附权贵、飞上枝头并无兴趣。去吧，是真是假，今晚就见分晓。姐姐忙了半天，润润喉吧。这眼神和当年想将我丢去喂狼的恶人一模一样。别在这儿误了贵人的眼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就是他杀了我阿兄的仇人。太子恕罪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下贱的狐妹子，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使手段？来人，将她拖下去，送去刷工头，别再让本宫看见她。太子救救我！奴婢也不知那里为何有太水。太子，听公主。这个留下吧。陶妍只是个小宫女，不敢直接杀人。她能做的，无非是在我脸上动手脚，让我因美貌惹祸。可她忘了，接风宴上比太子更可怕的是庆阳公主，物极必反，树大招风。我借她的手毁了容，躲过了公主的检阅。她想勾引太子，我便用水为她铺路，让她在公主面前出尽风头。如今她在浣衣局刷公筒，而我留在了殿前，各得其所。但只求自保是报不了仇的，下一步该主动出击了。嬷嬷辛苦了，喝杯酒暖暖身子吧。你倒是个有眼力劲儿的，可惜了这张脸。店里的主子们似乎都有自己的喜好，奴婢们当下人的，若能提前知晓，也能更好的伺候，免得犯了忌讳。要说忌讳，最大的忌讳就是太子殿下，他那人看着温和，其实心思深着呢。尤其是每月15，他都要独自一人去后山的梅林赏月，谁都不许跟着。谁要是闯进去，非得掉层皮不可。是吗？奴婢记下了。这是太子的字迹，上阙写思归，后半阙却空着，是心中郁结，不知如何落笔吗？望不见故乡，便望明月。望不见故乡，便望明月。殿下恕罪，奴婢只是来找走失的小猫，无意惊扰殿下雅兴。你懂诗？读过2年书，但也只是胡乱写的，误了殿下的眼。你叫什么？奴婢……我有那么吓人吗？阿兄曾给太子授过课，他告诉过我，太子偏好苍茫悠远之境，最厌矫饰堆积，因此
能对上他的诗并不难。都给咱家听仔细了，殿下有令，全宫上下寻找那晚在梅园题诗的宫女，有线索者赏银100两。赏银100两，这要是被殿下看上，可就飞上枝头了。你可别昏了头，没听说吗？前儿个就有2个胆大的去冒充，诗句错了1个字，当场就被殿下下令杖毙了，这么狠。但今日我不是来吟诗作对的。阿兄还说过，对诗不在形，而在意。我想，人也一样。娘娘，记住，越是轻易得到的东西，人越不当回事。反倒是求而不得的那一个，才最叫人挂念在意。太子的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而我要等的是那个最贪心也最愚蠢的勇夫。桃颜姐姐打扮的这么漂亮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该你问的，别问。有些人的命生来就是卑贱，而有些人注定是人上人。你是不配知道的。陶颜觉得他很聪明，事成之前绝不与第2个人说。他应该也觉得他是上苍垂幸之人。毕竟那晚他那么碰巧地听到了我与太子的对话，可他永远不会知道，他即将迎接的不是幸运的垂青，而是我为他准备好的不幸的深渊。奴婢参见公主殿下。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，是想去勾引谁啊？奴婢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去书房伺候笔墨。太子哥哥也是这种贱婢能叫的。来人，此婢冲撞本宫，不知尊卑，给本宫拖下去，杖杀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奴婢是殿下找的人。你做了什么？太子哥哥，你为了一个狐媚种吼我，他想勾引你，我是在帮你清理门户。够了！姑要找谁，要见谁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手？滥杀无辜，这就是你的公主仪态吗？你竟然为了一个宫女训斥我，在你心里，我还比不上一个贱婢吗？传姑的命令，即日起，没有姑的允准，不许公主再踏入东宫半步。送客。陶颜死后，宫人们都说他死于冲撞公主，是有罪之身，无人敢提及，更无人敢祭拜。他们都怕得罪公主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太子对公主的厌烦才刚刚开始。你是什么人？谁允许你在此私下祭奠他？太子殿下恕罪，奴婢曾与陶颜住在一处，他死得突然，奴婢心里实在难过，才斗胆在此为他点一炷香，求殿下恕罪。是你，那一晚，是你对吗？我知道，那是失而复得的喜悦。陶颜死时，他以为他永远失去了，可如今我的出现，让他意识到，他寻觅吕久的人一直近在眼前。你为何不来找姑？你明明知道姑在找你。奴婢害怕
太子是什么人，奴婢是什么人，奴婢怎敢痴心妄想？只是奴婢没有想到陶岩他那晚会来找奴婢，无意中听到了奴婢与殿下的对视，他都是为了奴婢。陶岩是奴婢害死的，若不是我，他不会去冒充。原本死的人本该是奴婢，是我害了他。别怕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有我在，以后我会护着你的。阿兄，我知道错了。阿兄，我一想到这个就整夜的睡不着觉。我不是故意要杀那个宫女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若是阿兄身边出现了别的女子，阿兄待她比待我更亲厚，我会难受吗？我不知道，公主也永远夺走了我知道这个答案的机会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阿兄这2日都不理我，是你自己犯了错，还怪阿兄。杀了太子心爱的宫女，只需要哭2声就能重归于好。公主此刻一定很得意，她会更加相信，无论她闯下什么样的破天大祸，太子永远是她的庇护。但她错了。公主以为自己又一次赢了，但她怎么会知道呢？太子之所以这么快消了气，只是因为他找到了真正要找的人。那个死去的陶岩不过是个冒充我的幻衣奴婢，对他来说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奴婢该死。好一双稚弱春葱。退下吧。是。阿兄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这丫头是近来新伺候阿兄的吗？模样倒是周正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公主，奴婢轻瑶。轻瑶，好名字，人也长得标致。阿兄，我近来身边人手不足，宫里的那些丫头笨手笨脚的，没一个称心如意。阿兄把她借我用用怎么样？公主借太子的东西，从来都是有借无还，这一点，他们兄妹2人都心知肚明。好不好嘛，阿兄，就借几天。行吧。还不快谢谢太子恩典，跟我走吧。是，奴婢遵命。本宫渴了。茶水是刚刚烧开的滚水。哎呀！
怎么这样不小心？以后端茶要稳当些，真是没用。做酥皮急不得，急了就散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复仇一样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喂，那个宫女，过来。我等的人来了。是太子殿下，殿下怎么会来公主的赏花宴？殿下真是风姿卓然。阿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往年你最不耐烦这种场合的。听说你府上花开得好，那阿兄可要好好赏赏。这边走。玩一下。手怎么了？亲友干活不利索，自己不小心烫的。阿兄，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问的？你瞧，太子根本不在意你一个奴婢的死活。他猜的没错，太子确实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。可他似乎忘了，人人都知道太子殿下素来不爱热闹，从不参加他的赏花宴。今日他却特意过来了，所以太子是为谁而来的呢？仪式快结束了，都打起精神来，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城。佛祖说你当真灵验，青瑶不求荣华，不求富贵，只求……站住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祈福。殿下，请放开奴婢。青瑶，你是在怪我吗？殿下说的什么？奴婢不懂。赏花宴那日，我知道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，却没有替你说话。奴婢不怪殿下，奴婢知道殿下的难处。那你可有想念过我？没有。菩萨在旁，不能撒谎。
想，非常想，日日想。阿兄一定是舍不得我。这几日，宫里那些长舌妇总算消停了些，不再拿些有的没的来烦本宫了。公主天生贵气，那些凡尘俗事本就不该扰了您的清静。他们懂什么？一个个都想劝本宫大度，说阿兄身边总要有几个女人。可他们不知道，阿兄是不同的，只有本宫才是最了解他的。公主说的是，奴婢虽愚钝，但也看得出来，这世上公主是最懂太子心意的人。哦，你倒是说说看。太子殿下身居高位，心思深沉，寻常女子只看得到他的权势与威严，哪里能窥见他内心一二？唯有公主您自幼与太子一同长大，看过他意气风发，也伴过他独处静思，您的陪伴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。所以奴婢才说，您不仅是最懂太子的人，也是陪太子最久的人，这份情谊才是太子殿下心中最重的东西。哼，你说的不错，那些人只会念叨些陈词滥调，听得本宫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只有你说的话最让本宫高兴，这个赏你了，好好跟着本宫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奴婢谢公主赏赐，能服侍公主是奴婢的福分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贴身伺候，别让那些没眼力劲儿的蠢货来碍眼。你的信任是我最锋利的刀。青瑶姐姐，怎么了？看你这慌张的样子。方才在里头给殿下磨墨，一时手滑，差点又误了作者，还好殿下没发觉。说起来，上次多亏了姐姐，要不是你眼疾手快，用袖子遮了那打碎的茶禅，又立刻换上新的，我的腿怕是都要被打断了。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呢。宫里当差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，以后仔细些便是。姐姐，我刚在里头听到了个大消息，第一时间就想来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？青瑶姐姐，你可知道皇后娘娘今天来了，让殿下下个月去参加丞相的家宴。丞相曾经是太子的恩师，皇后娘娘让太子尊师重道，这有何稀奇？嗨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皇后娘娘是相中了丞相家的三小姐，这位三小姐据说生得花容月貌，更难得的是品行端庄，贤淑有德，皇后实在是满意的紧。娘娘的意思是让殿下借着家宴去见一面，若太子点了头，这门亲事便算定了。到时候这位杨小姐可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。姐姐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！我先走了。杨小姐，太子妃。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。公主，奴婢今日听人说，太子殿下下月要去丞相府赴宴呢。本宫也听说了。只是奴婢有一事想不通。什么事？太子殿下为免皇上猜疑，向来行事谨慎，从来不与臣子私下结交，这回却特意为了丞相破了例。丞相与旁人不同，他曾经教过阿兄，阿兄自然是尊师重道的。可丞相又不是第一天当太子的恩师，往年也从未见太子为他赴过家宴。奴婢想来想去，觉得今年的丞相府与往年相比，只有一件事不同。什么？丞相府的三小姐今年及逼了。原来是把心思打到我阿兄头上了，他也不看看，想做太子妃，他配吗？
个杨淑仪最会装模作样，平日里在母后面前一副温良贤淑的样子，背地里不知道多有心机。公主，太子殿下，他愿意赴宴，是否说明他对杨小姐也有意呢？不可能，绝无可能！全是那个贱人心机，他最会做这种假惺惺的把戏。借着家宴的名头，阿兄去了，他自然有的是机会勾引。阿兄从来不懂，外面的那些贱人哪有什么真心，不过是喜欢他的权位，想借阿兄的势，外面怎会有人像我这样真心待他？阿兄从来都不懂，我明明对他说了要远离杨淑仪，他为何就是不听？火候差不多了。公主，您为那等人生气实在不值。奴婢听说这里新进了西域的上等翡翠料子，光彩夺目，最衬您的肤色，便想着带您来散散心。哼，算你有点心思。掌柜的，你觉得这副头面如何？杨小姐天生丽质，戴什么都好看。这副头面可是西域来的极品料子，最配您的气质了。听说太子殿下喜欢温雅如玉的女子，我带着这副头缘去赴家宴见他，他应当会喜欢吧。那是自然。若小姐日后成了太子妃，以小姐您的秀外慧中，必是太子殿下中心尖上的第一人。到时还要多多光顾小店的生意啊！公主，杨淑仪，臣女见过公主殿下。公主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肖像我阿兄？月儿，月儿，公主殿下，小女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要受您这般当街羞辱？她做了什么？你这做母亲的应该最清楚，再让我看见她动不该动的心思，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听说了吗？昨天被公主当街掌我的杨家小姐，回家后想不开，上吊了。天啊，那人没事吧？幸好被下人及时发现救下来了。不过啊，这梁子是彻底结下了。听说丞相初连夜进宫面圣，把河东宫的这门亲事给回绝得干干净净，说自家女儿没福气，不敢高攀呢。这下可糟了，太子殿下岂不是要被公主气死？那可是丞相啊！公主此刻一定很高兴吧？在她看来，只要杨小姐嫁不成太子，她便赢了。她满心想的都是儿女情长，根本不懂此事的关巧。丞相杨国言既是太子太傅，与太子有师生之缘，可三皇子的生母又是他的表妹，因此这10年来他从未明确表态。此人老成持重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朝局的走向。如今她有意嫁女，已是在无声地站对太子。可公主这么一闹，却亲手将这份天大的助力变成了刻骨的仇怨。她毁掉的是太子苦心经营多年的根基。太子一向宠爱妹妹，但如果这个妹妹即将害他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他又能忍到何时呢？
殿下几日没好好用膳了？你来劝我的，是劝我念及兄妹之情，早些放了他，还是劝我为了江山社稷，严惩他，给丞相一个交代？都不是。奴婢来看殿下吃东西。你讨不讨厌他？不讨厌。公主不过是个占有欲很重的孩子，她做的那些事，在她自己的眼里，不过是在护住自己珍视的东西，算不上错。殿下此刻最头疼的，恐怕不是公主，而是丞相吧。婚事黄了，丞相府因此颜面扫地，杨丞相若因此心生芥蒂，倒向旁处，殿下失去的便不只是一个太子妃和一个岳丈那么简单。你会怎么做？不能成为自己人的，便是敌人。奴婢不会留着敌人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不会留着敌人。其实，从入东宫那天起，我就闻到了太子身上那股极淡的气味，取而代之上是一种超乎年龄的深沉冷静，寻常人根本无法察觉，只有我。瑶瑶，要记住，这些东西气味奇特，久存之后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腐香，非大奸大恶或心有执念之人不会沾染。因为幼时常碰那些东西，我对那味道再熟悉不过。我在赌那味道背后隐藏的秘密，赌它光鲜外表下也住着一个和我一样的怪物。是你。公主，用膳。你故意把杨小姐的消息告诉我，你早就知道我会去找她麻烦，你就算准了阿兄会因此迁怒丞相，是你在故意挑拨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贱人！我要刮刮你的脸！阿兄，阿兄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，是这个贱人在算计我。那日之后，我成了太子的贴身宫女，他将我安置在离他书房最近的偏殿，享用着东宫最好的份礼。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我终于被带到了这里，太子终于愿意将他最隐秘的黑暗与我分享。我幼年遭难，被叛军劫去，在乱葬岗的尸堆里躲了3日，才等到援兵。回宫后，朝局复杂，人心叵测，我整夜睡不着，反倒是这里
睡得安稳。所有人都想杀我，但是死人不会，死人不会说话，不会动手，更不会背叛。只有在死人堆里，姑才能睡个整觉。怕吗？殿下用的是什么法子去味？殿下用的熏香虽然名贵，但只能遮盖，无法根除，气味还是透了出来。若是在熏香中加一味毛苍柏，与草木灰同燃，腐臭味便能压住大半。即便是潮湿的夏日，也不用担心气味外泄。殿下不必太惊讶，我是殿下的同类。同类？你是我的同类？可我的心里想的却是我的阿兄，他也曾有这样温热跳动的心脏，有这样温暖的怀抱。殿下，殿下，公主殿下她晕倒了。殿下去吧，公主殿下要紧。等我。当年叛军突袭，姑与青阳一同落难。他本有机会被侍卫护送回宫，可他看见姑被抓住，竟不顾一切的又跑了回来，跟着姑一起被押走。后来我们从叛军营中逃了出来，躲进了一处乱葬岗。在乱葬岗的那3日，姑身受重伤，高烧不退。是青阳一不简单照顾姑，替姑找来救命的水，一遍遍在姑耳边提醒姑撑下去。你一定要撑下去。有一夜，叛军来搜查，公主将姑藏在了尸堆最深处，用层层尸体盖住，而她自己却被叛军拖了出去，险些被那些畜生给……原来如此，这才是太子无限纵容青阳公主的根源。不是爱，是还不清的债，是刻骨的亏。旁人只知道我对她宠溺无度，娇惯坏了她，却不知我欠她良多，还不完的。殿下与公主之间的情分，旁人不能智慧，可奴婢能理解。若是奴婢所爱之人遇了危险，奴婢也会拼尽全力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身边只有你能懂我。他一定以为我说的所爱之人是他吧？可惜他不知道，我此生最重要的人，早就死在他的手上了。皇兄，你当真要娶那个贱婢为侧妃？注意你的言辞，她很快就是你的皇嫂。皇嫂？她也配？她是如何算计我的？你忘了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妹妹？青阳，这招你用过太多次了，姑的决定不会更改。此事不仅是姑的意思，也是母后的意思。你闹够了就回去吧。母后？又是母后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像着外人！太子心中早有定数，回禀皇后，他侧妃的第一人选便是我。阿兄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我为你铺下的第一块血色基石。不过，这喜庆终究是撑不过今夜的。殿下，不好了！公主突发疾病，高热不退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呀！殿下快去看看吧。青阳，公主与殿下情分深厚，她因殿下而病，殿下自然该去看。
兄妹之情本就重过儿女情长，切不会怪殿下。委屈你了，青友。听说了吗？侧妃娘娘这刚进门，殿下就跑去公主那儿了。到底是个宫女，哪比得上金枝玉叶的公主殿下啊？这大婚之夜独守空房，真是窝囊。都退下吧。瑶瑶，做雪梨酥，酥皮是成败的关键。揉面的过程或许枯燥辛苦，醒面的时光或许漫长难熬，但急不得，唯有耐着性子等，等面醒透，等酥皮起层，才能做出最酥软香甜的滋味。阿兄，我一直在等，在耐着性子，我的酥皮也快起层了。旁人避之不及的地方，你倒总来得坦然。奴婢瞧着殿下心中藏事，憋闷着总归不好。无论什么事，是难是险，奴婢都会陪着殿下一同面对。青瑶，姑当真可以信你吗？这世上人心叵测，连身边最亲的人都藏着旁人不知的心思。我怕了。殿下似乎有心事。青瑶，这些时日，姑心中很乱。是为了庆阳公主吗？青瑶，有件事，姑只告诉你一人。殿下请讲。庆阳说她并非姑的亲妹妹，他说当年宫中有变，她是被抱进宫中的，与皇室并无半分血缘。她想嫁给姑，她说兄妹情分本就虚妄，夫妻相守才是长久。那殿下打算怎么做？姑无法对她这些年的情分视若无睹。这几日，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让她假死，换个身份，然后再将她纳入东宫。青瑶，姑知道这对你不公，只是青阳毕竟当惯了公主，骄纵惯了，入东宫之后，她只能为正妃，你暂且为侧妃。但你放心，姑向你保证，等姑登基，便立刻封你为贵妃，让你享尽荣宠，补偿你今日的委屈。妾爱殿下胜过一切，只要能陪在殿下身边，是什么名分，妾都不在乎。委屈你了，青瑶，姑发誓，往后定不会负你。负我？你早已负了。你和你那好妹妹欠我兄长的血债，我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接下来的计划得抓紧了。
公主大驾光临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青瑶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阿兄已经同我说了，待我假死换了身份，便会立我为太子妃，往后这东宫便是我的天下。可我不喜欢与别人共侍一夫。公主误会了，臣妾只求能伴在殿下左右，晨昏定省，便已心满意足，从不敢与公主争什么。公主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咄咄逼人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贱人！你这副样子也就能骗我阿兄？你少在我面前装出这副温婉懂事的模样！我告诉你，阿兄会被你骗，我可不会！你不是喜欢装柔弱吗？今日我便让你知道，这东宫到底谁说了算！可是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比起阿兄被活活折磨致死时所吃的苦，他现在所受到的这点痛苦，远远不够。快下水救人！公主和侧妃都救上来！究竟发生了何事？阿兄救我！阿兄，秦瑶这个贱人要害死我，是他把我拉下水的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殿下饶命！今日公主前来说殿下已经允诺，将来要为她废六宫，后宫只留她一人。随后便拉着侧妃娘娘往池边去，奴婢们身份地位不敢拦啊！废六宫！来人，速传太医！阿兄，你别被这个贱人骗了，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，是他拽我下水的。你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回殿下，奴婢们都瞧见，是公主殿下伸手推了侧妃娘娘。对了，侧妃娘娘忽然吐血，莫不是因为公主上午命人送来的那碟糕点？今日殿下不在府中，那糕点只有侧妃娘娘一人食用了。糕点？你血口喷人！你们串通好陷害我！青瑶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敢噎我！本宫撕了你的嘴！阿兄，你打我！你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够了，青瑶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闹，是他陷害我！阿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难道你宁愿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，也不信我吗？来历不明，她是姑亲自册封的侧妃，是你该敬重的人。而你呢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满心都是嫉妒与算计，让姑恶心。阿兄，你忘了小时候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吗？你说过这世上我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姑给过你机会，
但你一次次的胡闹与算计，早已将那些情分消磨殆尽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必再来东宫见姑，也不必再提什么太子妃的事，姑不想再看见你。阿兄，你回来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阿兄。侧妃体内余毒已清，只需好生休养便能痊愈。瑶瑶，姑对你发誓，绝不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殿下，殿下回来了。青瑶，告诉姑，你究竟是谁？既然殿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又何必来问我这些？所以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接近姑，果然是为了复仇。只是殿下，世间没有哪个娘亲会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。青瑶的过去，殿下可以随时取走，但青瑶如今对你的情谊，就像对我们的孩子一样，真真切切。殿下，你能原谅青瑶吗？青瑶，姑输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。瑶瑶，可愿放下一切，与爱人相伴到老？爱？什么是爱？怎么了？有刺客！来人，护驾！给我死吧！殿下小心！瑶瑶，你醒了。对不起，是姑没有保护好你和我们的孩子。你放心，姑已经下令彻查，定会将幕后主使碎尸万段。查？还有什么好查的？究竟是谁能在我东宫布下这样的杀局？殿下，你究竟是不明白，还是在装糊涂？瑶瑶，太医说你身子亏损的厉害，要好生将养，别再哭了。是姑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。殿下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他还那么小，甚至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。姑知道，姑都知。殿下不知道，您只知道您的好妹妹骄纵，却不知她蛇蝎心肠到了何种地步。那些刺客就是他派来的，他从未放弃过要得到殿下，所以他容不下我，更容不下这个孩子。殿下，您究竟要包庇他到什么时候？今日他能杀我的孩子，明日就能杀了我。您是要眼睁睁看着他把东宫搅得血流成河吗？
瑶瑶，你放心，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殿下，过来。你替姑走一趟，把这个给他，就当是姑全了兄妹最后的情分，送他出宫，此生不负相见。臣妾明白了，定不会辜负殿下的嘱托。你来做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是阿兄让你来的，他心软了，他是不是要放我出去了？殿下让我转交于你。假死药，是假死药，我就知道，阿兄舍不得杀我，他还是舍不得我。他要用这种方法接我出宫，他要给我换一个身份，一个能光明正大站他身边的身份。只要你听到了吗？我当太子妃了，等我出去，我就是阿兄唯一的妻子。你不过是我和他之间的一个玩物，一个垫脚石。我要当太子妃了！你笑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些刺客是你自己派去的吧？假装流产，博取阿兄的同情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。青阳，你糊涂一世，总算是聪明了一回。可现在才想明白，太晚了。没错，刺客是我找的，那个孩子我本就没打算留，他只是我扳倒你的一枚棋子而已。你好狠毒的心，你这个怪物！彼此。说到狠毒，我又怎么比得上公主殿下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我一同落水那日，让你被殿下斥责的毒药，也是我自己提前服下的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即便太子误会我杀了他的孩子，他也不舍得杀我。这药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等我出去，我一定会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阿兄。你是斗不赢我的，现在向我磕头求饶，我或许能网开一面，将来留你一条贱命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错了，青阳，跟你斗的从来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我们。什么？那些刺客，那个为你作证说亲眼看见你买凶的管事嬷嬷，他们都是我阿兄昔日的门生。当年阿兄被你们绑入东宫虐杀，他们官威严清，虽不敢明面出头，却从未忘过阿兄的教导与恩情。他们一直在等一个能为阿兄报仇雪恨的机会，而我就是那个机会。素来傲慢不可一世的公主殿下，总说我们这些人如蝼蚁般卑微渺小，生杀予夺全凭你的喜好，可最后将你推入地狱的，偏偏就是你最瞧不上的蝼蚁，多么可笑！从今往后，
你便是孤唯一的妻。太子殿下千岁，太子妃娘娘千岁，千岁。青瑶，殿下，臣妾在。青瑶，姑对不住你，不能陪你到老了。姑名下的田产、金银，还有那些暗卫，姑都已安排好了，他们的名册就在枕下的暗格里。日后，他们只听你一人的号令。你拿着这些，无论将来谁登基，都可保你一生无忧。别哭，是姑不好，只愿你往后余生平安喜乐，再无忧愁。青瑶，若有来世我们再做夫妻。瑶瑶，姑好像快不行了。是姑没用，不能再护着你了。殿下别这么说，您已经为青瑶铺好了所有的路，青瑶感激不尽。殿下不必自责，余生最快意的事，青瑶已经做到了。最快意的事是什么？殿下有所不知，能看着殿下死去，已是青瑶此生最痛快的事。还有，太子日日吃的雪梨酥里头加了慢性毒，需数月才会毒发。我日日做给你吃，如今算来时辰刚刚好。如今只待太子一死，我便可以快意余生。青瑶，你难道一直都在骗姑？姑如此信任你，真心待你，你可曾对姑姑有过半分真心？殿下，没有人会爱上杀害自己至亲的仇人，即便我是常人眼里的怪物，也不会爱上比怪物更加冰冷残暴的。分离代表分离，不吉利。阿兄曾说，分离代表着分离，不吉利。如今看来，真是一语成谶。金银荣华与我如浮云，我所求所念，不过是为兄报仇而已。嬷嬷，真是太谢谢先生了。我家那皮猴以前只知道玩泥巴，如今竟也能背诵几首像样的诗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们先生本可靠着那些金银财宝衣食无忧，偏偏要散尽家财，在这开办书院，免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这等胸襟，老婆子我活了一辈子都少见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都想好好答谢先生，可送什么贵重东西他都不要。先生，这是学生母亲亲手做的雪梨酥，还请先生务必收下。你有心了，我曾说过，想道谢我的话，便送我雪梨酥吧。我所求所念，不过至亲阿兄长命百岁，平凡安康而已。他们毁了我的愿望，我便也毁了他们的。大仇得报，望着苍茫天地，我曾以为终究是两手空空，四顾茫然。阿兄，世间路有千万条，青瑶终究找到了自己的路。